参见左使。左使，5年了，你都已经在这里苦等了这么久，万一店主不回来了呢？那位绝顶一言九鼎，怎会食言？不错，这几日龙剑蠢蠢欲动，而江陵那边有消息，贪狼帮帮主萧英已经伏诛，而对他动手的人极有可能是店主，但这只是传说。通知各大护法回江陵迎镇魔殿殿主帝师国之利刃苏沐白。那脚步，一个脚步啊！我赢了，爸爸。叶小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恢复了，所以顺便来看看孩子。晴儿很可爱，也很听话，我很喜欢她。晴儿也很喜欢叶阿姨。你真的没什么？老毛病了，无碍。倒是你惹了一身麻烦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暂时没想好。昨天宴会上的事儿，我可是当真喽。如果你愿意，自己24小时恭候，记得带户口本。坏了，出来太久，案子还没头绪。记住，我一直等你哦。我走了，阿姨再见。爸爸，叶阿姨好可怜啊。阿姨说5年前她有一个孩子，可惜永远的离开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叶阿姨亲口给我说的。而且阿姨说我脖子里这条玉坠特别眼熟，阿姨看了好久。晴儿，乖，你好好休息，很快爸爸就可以带你出院了。太好了，爸爸，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？当然，我们两个都好了。属下参见店主。当魔主重现天日的时候，属下就知道您要回来了。镇魔殿10万大军都已蓄势待发，只等店主取龙剑一同斩魔。小人物已经落伍了，魔主陈手也跑不了。我让你查的事呢？店主，您让我查的事情全都有结果了。晴儿，乖，你好好休息，爸爸一会儿回来。林婉宁根本就不是小店主的妈妈。5年前，她和叶姿怡在同一医院待产，林婉宁因大出血被迫流产，而叶姿怡的孩子则被人偷偷调包送给了林家。也就是说，小店主的妈妈其实是叶大小姐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这调包的事是谁干的？清军叶老。清军叶家。店主，您可还记得持续了13个月的诛魔战役？5年前，我中了鸩毒，和一名女子发生了关系，但迫于局势，我们只能暂时分开。秦爱胸前那枚星空之舟的玉佩，就是我留给他的。我答应他，尘埃落定就会回来，护他余生。那名女子就是叶姿怡，只不过在您离开之后，叶姿怡便被魔窟的人盯上。如果不是清军及时出手，那么叶大小姐已然殒命。原来我负他这么多。叶姿怡痊愈之后就发现怀孕了，叶家上下无不震怒，他们认为叶姿怡怀的是没有名分的野种，于是，在分娩的时候将孩子调包，还骗她说孩子已经死了。爸爸，所以叶阿姨才是我妈妈，对吗？对不起，晴儿，都是爸爸的错。我想妈妈，很想，很想。店主，明晚问鼎大选将如期举行，江陵4大家族同时向叶家发难，而叶家也会因为没有查出凶手被上面迁怒，一败涂地。有我在，没人敢动叶家。镇魔殿会动用所有资源倾注于叶家。陈雄没有露面之前，暂且不要打草惊蛇。全听店主安排。
晴儿，再给爸爸一些时间，爸爸很快就会带妈妈回来的。叶小姐，明晚璀璨之夜，你愿意和我共舞吗？青龙镇守，八方来拜，这问鼎 CEO 的大选还真是气派啊！女儿啊，今天晚上等你当上了问鼎集团的 CEO， 我们林家就一步登天了。等我姐当上问鼎 CEO， 那我就当执行总裁。爸妈，这次候选我可能没机会了。你说什么？计划有变，唐老爷子让我把全部筹码压在唐总身上。唐总是你的未婚夫，他当上了问鼎集团的 CEO， 仍然有你一半。没错，这都是自家人，好说啊。哼，我姐之所以失去竞选资格，肯定是拜那个废物所赐。爸妈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什么林氏集团的美女总裁隐婚生子，其老公还是一个不中用的废物。这件事情搞得整个集团人心惶惶。至于唐家，他们没有提及退婚，就已经不错了。原来如此，苏云，这个一天杀的！我姐马上就是问鼎 CEO 的老婆，立于万人之上。至于苏云那个扫把星，爸，我建议最好马上处理，以绝后患。你今天晚上就安排人把这个人除掉。爸，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让他从江陵彻底消失。你们打算让我怎么消失？你这个丧大星，你怎么还是阴魂不散呢？你个废物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林家也不会失去问鼎 CEO 的大选资格。没错，就是因为我一句话，原本属于你们林家，属于你林婉宁的璀璨之夜，最终烟消云散。妈的，破坏了我们林家百年大计，居然还有脸过来嘲讽！我他妈废了你！像你这种不入流的货色，在我老大面前根本排不上号。住手！苏云，昨天晚上有叶家大小姐，今天又平天李玉佳丽，你还真是令我刮目相看。这就让你惊讶了，林婉宁，好戏还在后面。废物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跟道上的兄弟打过招呼了，你和那个小杂种活不过今天。你看看你啊！我跟你说了，让你跟这个废物划清关系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看，现在还得让你弟弟擦屁股。苏云，昨天晚上的事情，唐家已经答应既往不咎了，你就不能放过自己吗？你觉得是我在纠缠你？难道不是吗？我曾经答应给你10万块钱作为离婚，而你非但黑心不收，还跑到唐家捣乱，企图索取报复，甚至让叶家成为你自掘坟墓的替罪羔羊。苏云，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你的底线？你的底线就是建立在把我当傻子，把晴儿当成谎言的工具和利用之上。苏云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晴儿不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也不是我要找的人。对，5年，你骗了我整整5年，怪不得晴儿重病，你从不过问，仿佛与你这个母亲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怪不得我为林家付出了一切，也从未放在眼里，甚至还将我丈夫的身份引入人后。李婉宁，今天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你，而且我们确实早就没有关系了。站住！既然你已经知道，那我也不怕告诉你，5年前我确实和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，纯属意外。后来怀孕流产，当医院把晴儿抱到我面前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她不是我孩子，苏晴儿只是我死去孩子的替代品。同样，苏云你也是。这件事情你现在才知道，我还以为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呢。可这个扫兴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他和那小杂种在我们家住了5年，吃了5年，这笔费用我们还没有清算呢。就这点钱，跟咱们家婉宁5年的青春能比吗？要不是你这个废物，我们家婉宁早就嫁入豪门，飞黄腾达了，还用得着等到今天？说得好，
给我看，至少这个数500万，妈，这太便宜他了。千万一个字都不能少。千万可以，不过妈，他毕竟只是个废物，恐怕连500块钱都拿不出来。要不然让他打个欠条。苏云虽然没有用，但他背后的叶家有钱，而且他身边这位佳丽估计也能帮上他的忙。毕竟吃软饭是他一贯的做放！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问鼎大选现场，整个酒店已经全部升级为3S 级安保，你的一举一动全部都在监控中。不出5分钟，上百名警卫就会来到这里。再动我一下试试。厉害，太厉害了！知道害怕就好。还有，你们刚才那一下，老子已经记住了。够了，苏云，我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手段混入这里，也不知道你身边这位佳丽身份几何，但是请你立刻马上滚出这里，因为能来到这里的非一些名流贵族不可，像一些上不得台面、入不得酒楼的废物，在这里胡闹，甚至会被抓入监狱以儆效尤。苏云，我警告你，在安保没有来赶你之前，你最好自己滚蛋。那5000万，你可以打欠条。一群鼠雀无惧无畏，凭这几句冒犯的话，我就可以让你们名正典型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这位美女，敢问你是何方神圣啊？我不算什么，但站在你们面前的人，乃是今日问鼎的主角，你们得罪不起。啊，你说这个废物？苏云，不过这话说回来呀，你小子这桃花运怎么这么好啊？一个叶之一还不够，今儿个又冒出来一个甘愿为你驴母虎皮的角色。哎，不过啊，这前凸后翘，丰乳肥臀，这在跑龙套的演员里，至少也得500块吧？你找死！儿子，同样的话我只说一遍，苏先生是大楚盖世第一人，绝顶无双。你们要是再敢冒犯，那就三伏同狱。贱货，你敢打我儿子？打他是轻的，信不信我把他的舌头给割了？苏云，你别不知好歹，我女儿欺骗你怎么了？那也是你心甘情愿的。不论怎样，我们林家可帮你养了5年的孩子，这狗还知道报恩，你去找人咬我们一口啊！啊！妈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。打伤了你弟弟，话还这么嚣张，他们必须还正法！正法？你们不配！是什么人啊？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我是谁不值一提，重要的是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这点小小的惩戒已经是对你们最大的怜悯了。龙雀，不要说。苏云，你让人打伤我弟弟，你还有没有良心了？林总，我劝你不要去激怒一个对你对林家已经极尽宽容的人，他有自己的原则，但如果你一再触碰他的底线，那么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最大的后悔就是认识了他。5年前我就不该收留那个孩子，更不应该收留他。苏云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可是这5年来，你并没有成为我真正的丈夫的高度。是，我是骗了你，我是跟别人有过一段不堪的过去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依然高攀不起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会对你心软。爸，要保安。你完了！打伤我儿子5000万不够，至少是1个亿。行，我满足你。1个亿是以后我逢年过节都烧给他。够了，苏云，你想干什么？爸，别跟这个废物废话了，我们进去。儿子，咱们走。妈，你们一定要帮我出头！你看看你，要不是你，咱们林家怎么能惹得上那个扫把星？爸，我这就给唐总打电话，让他帮忙。告诉他，最好彻底解决了这个祸害。切，店主，您刚刚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出手，废了那个白痴？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引出魔主陈雄等人，还有帮助叶家东山再起，这点小事不重要。遵命。叶小姐，属下派人护送，已经在路上。店主，林家那些白眼狼那么羞辱你，真的要听之任之吗？5年前，如果不是林婉宁，杰儿根本没法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但这份恩情我已经还了。至于他们无耻的谎言和丑陋的嘴脸，和资一相比，已经不重要。问鼎大选在即，到时候林家就会看到一场特别的盛宴。
林婉宁哭都来不及。现在老夫宣布，苏家投资1万亿，稳鼎国际集团正式成立。下面有请 CEO 候选人登场。爸，不用再演练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等四大家族还有泰山宫入席了。很好，很好，梁生，那个位置今晚非你莫属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让您失望。四大家族的。来了，全部都来了。老唐，这次大选，泰山宫钦定你为主持，你可不能厚此薄彼，丢了咱们江陵商会的脸啊！诸位老爷子放心，我爸做事公事公办，刚正不阿。虽然我作为这次问鼎 CEO 的主要候选人，但是我爸也一样不徇私情。梁山啊，我也就是开个玩笑。既然泰山宫将您推向这个位置，我等作为评审，自然也都倾向于你。承蒙厚爱，就算我能坐上问鼎 CEO 的宝座，那也是各位叔伯的功劳。作为晚辈，日后也是听你。孺子可教也。放心，我这一票，我们徐家只投给你。梁生啊，有我等的支持，这青龙宝座非你莫属哟。哎。老唐啊，您找的那个陪跑的傀儡怎么现在还没来啊？一个演戏的小丑而已，他不来正好。那么我儿子更加的是名正言顺。问鼎 CEO 候选人到。苏云，你怎么还会在这里？酒店的5星保安呢？把这2个人给我拖出去！苏先生是来竞选的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轰他？竞选？就他？老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废物！你说你是来竞选的，那青龙入场券呢？你要是拿不出来，老夫今天分分钟钟背了你。现在我们有资格了吧？不可能！老唐，你怎么办的事啊？找了这么一个跟我皇家有血海深仇的杂碎来竞选 CEO， 那个畜生令我和孙子断绝了关系，我韩家和他这笔账不共戴天。我儿子就是因为他成了终身残疾，我徐家不共戴天。大佬，你纵容一个与我四大家为敌的人站在这里，难道不给我们交代吗？误会，肯定是唐家下人办错了。我让他们去找一个废物走走过场，他们居然把这个扫把星给带来了。我这就叫保安轰人。等等，泰山宫马上就要到了，要是让他知道，成何体统啊！请鬼容易送鬼难。好，既然你今日要目送我登上这 CEO 的宝座，那我就留你。今日之后，我便替大家处理这个废物。话不要说太满，万一你输了，输？我怎么可能输？不到最后，谁也不知道结局。唐总，拭目以待。哦，很好。看来叶大小姐要用叶家最后一块瓦砖为苏云盖棺，那我就成全你了。大言不惭，你个吃软饭的东西，也想染指青龙宝座？你呀，下辈子吧。这该钱傻人得罪了这么多人，真是死不足惜。幸亏咱们有唐家做后尘，要不然本小子连累。你干什么？
这个位置确实不适合我做，而且我也不想做。废物！你要明白什么是自惭形秽。以你的身份地位，100年后你同样没有资格竞选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今日4大家族全部投票于我，而你除了日暮穷途的叶家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呀，好好珍惜今日的时光，明天投个好胎。如果问鼎 CEO 的位置最后沦落到你这种小人身上，那么老天爷可真是瞎了眼。叶子怡，摆清你现在的姿态。你现在既不是奉天玉首座，叶家也不复当年。我可以理解你为爱痴狂，非要为苏云站台，但你们叶家已经没有本金了。叶老啊，还真是生了个好孙女，为了这么个窝囊废，非要把叶家那些家底全部赔光才肯罢休啊！还真是病入膏肓了。诸位，不光老眼昏花，这脑子也不大好用。我确实说过，这个位置不适合我做，但不代表不适合叶小姐。而且，在我认为，青龙宝座除了叶小姐，在场各位都无配。苏先生，这问鼎大选的入场券属于你，这万人之上的青龙宝座也只有你做。苏玉，你在胡闹什么？赶紧给我滚下来！扫把星，今天晚上是我女婿唐总登上云顶的大宴，你快点走了啊！你这个废物，不要在这再作死了！太太公就要来了，快让人把他拉下来！我再说一遍，问鼎的宝座是为叶小姐准备。还有，今晚这里我说了算。泰山公尚未露面，问鼎 CEO 的位置只能由他老人家来裁决。至于你说的，你他妈算个屁呀！我明白，这个废物自知难以上位，就拉来叶大小姐替他竞选。但不论是他还是叶子怡，都不配和唐总相提并论。问鼎竞选关系重大，理应按照规矩由我们投票决定。王老说的没错，现场只有8张椅子，对应着8张选票。那么其中4张都在我们手上，你不管怎么选，必输。听到了吗，废物？你怎么玩，你都玩不过我识相的，该滚下来！婉宁，还不上去把这个废物给我拽下来！叶大小姐，你们叶家因为这个人饱受苦果，如果你一再执拗，后果将不言而喻。你们2个废物，快给我滚下去！抱歉，该滚的人是你。婉宁。这个没良心的废物！我女儿白养你5年了，今天我给你赔了！你疯了！你个狗东西，你简直是疯了！你以前的老丈人就敢打！你们等我女婿登顶了宝座，你们都得死！苏先生和你们林家也无半分关系，如果你们再这么纠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如果你们2个非要以卵击石，那就等死吧！唐老，问鼎大选可以开始了。慢着，叶子怡，虽然你这张入场券是真的，但我有一个问题：参选 CEO 的竞争者身价最起码10个亿以上。请问，昨天你们叶家已经偿还了所有的债务，恐怕现在账户上不到6位数吧？没错，此次竞选，一来比的是雄厚财力，二来比的是人脉实力。叶小姐，你连10亿都拿不出来，这场竞选意义不大。你说的对，问鼎 CEO 的位置非常重要，所以财力、能力一样不能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苏云，你这就把叶小姐给卖了。叶子怡，你看到10亿，他替你答应，不过你叶家能拿得出来？叶家账户只有1个亿不到。既然如此，那还有什么可比的？叶子怡财力不足，实力不够，按规矩应视为自动弃权。苏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无妨，这张卡里不多，应该足够10亿了。全押叶小姐。叶小姐，不用担心，金换户。10亿？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是真是假，
喜宴便是。一个穷光蛋怎么可能有10个亿啊？我怀疑这张卡里的余额呀，80%有问题。这是鎏金龙卡，全球限量只有5张啊！卡老，还不赶快叫人验资吗？来人验卡。老爷子，这张卡里的余额不是10亿。我就说嘛，他一个废物怎么可能会有10个亿啊？原来是张仿制卡。叶子一，你参赛的资格被取消了。苏云，在这种场合开这种玩笑，你觉得你今晚你还能出得去吗？哎，把他们抓起来！等一下，老爷子，你们误会了，这张卡里的余额确实不是10亿，而是100亿。什么？什么？抱歉，太久没用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。叶子一，你们叶家濒临破产，看来你为了这个废物已经砸锅卖铁了吧？原来这钱啊是来自叶家，那就不奇怪了。就算这次你们验资通过，接下来的投票选举，你们也不可能拥有胜算。来人，开始计票。稍安勿躁，叶小姐的财力已经验证过。那么，你们唐家，据我所知，唐家账上并不富裕，这10亿，你们拿得出来？苏云，你别太想当然了。唐家家大业大，别说是10亿，就算是100亿、500亿也都拿得出来。可是他们的财富啊，都是靠双手自己累积的，不像你，只会依附于他人。我们唐家矗立江陵数10年，账目上的余额是你这种蝼蚁可以想象的吗？既然如此，那10亿对你们来说只是个小数字。当然，公平起见，那就照例验资。怎么，你是不信我们？我们唐家最近啊是遇到一些难题，但是这小小的10亿对我们来说确实不算什么。哦，那么唐家因为投资不利，银行账户被封，田产地宅全部清散的传言是假的了？废物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唐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集团上确实有笔坏账，但等我拿下问鼎 CEO 的大选，这些都是小事儿。看样子苏先生说的没错，原来没有资格参加竞选的是你们唐家。胡说！额宁，这次 CEO 大选我势在必得，但是你能不能先借给我10年？等我坐上宝座之后，整个江陵都是我们的。唐总，可是我们林家账户上也不富裕啊。那就抵上你们林家全部房产。既然唐先生说了，那我今天就做个主。额宁，马上安排抵押林家所有的财产，全力支持唐先生问鼎 CEO 的大选。废物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伯母，您放心，之后我就会让他闭嘴，永远闭嘴。林家所有固定资产全部抵押，总计37亿。素云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林家的血本其实可以留着，好过余生，但现在注定要得水漂了。楚随，你这废物，分明就是嫉妒。堂主入座温鼎，人心所向，而你呢，那不惜搭上叶家的全部，要陪你演一场临终的丧戏。问鼎 CEO 的宝座只能由能力卓越、德才兼备的人来担任，而唐总作为江陵的第一青年才俊，单是论投资实力，就远甩你和叶小姐10条街不止。至于林家的投资，你大可不必担心，因为我们会获得你远远想不到的高额回报。你林家的死活与我无关，既然你们犯蠢，那就一锤到底了。够了，傻瓜！你以为单凭一个叶子一就能与我为敌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周围左右全部都是我的人，你拿什么跟我玩？问鼎大会拼的就是财力和实力。唐老，这第一局算不算我的赢？林总，哪怕你倾家荡产，好像也不及苏先生卡里的1半。论财力，你们输了。年轻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不过区100亿而已。我黄家愿意支持唐总200亿。说的不错，我许家再跟200亿。就凭你卡里这点数字，还不够强压我们。
我身家出200亿，再帮庞总撑腰。你们都跟了，老夫也跟。不过老夫还有一个条件，庞总，等你当上了问鼎 CEO， 可一定要帮我孙子报仇啊！还有我儿黄景玉那份儿，我要的不多，无非是砍他的双腿双脚而已。这双眼睛不错，归我了。那我就要他的舌头。看来剩下的不多了，那就全部拿去喂鱼吧。感谢各位前辈，我唐某一定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别说是杀1个杂碎，杀10个杂碎，我也不在话下。这究竟是一场 CEO 竞选，还是恶魔的盛宴？蝼蚁想参天，那结果就只有死无葬身之地。叶子怡，你现在也一定很无助吧？毕竟你喜欢的废物无所依靠，而你呢，也是自身难保。要不你从了我，比起明晚年，我对你更是真心。无耻，下流！叶子怡，我这是给你们叶家赎罪的经，你不珍惜，好，我不明白了，你是要跟他一起下地狱吗？别生气，我替你出头。你不是说只要你认真，2招内我就会横在这里，是吧？怕泰山宫将至，我暂且不跟你计较。你们看到，就是这么一个雀大压小、魏强凌弱的东西，你们竟然还认为他实力不凡？倘若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权没势，那么今日就真的要栽在这里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们真的要用这800亿买唐良生，断我生路？确定？起定？肯定。小子，你今天死定了！龙雀，通知下去，4大家族的位置让我来做。春花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很明显，4大家族全部投票选我。至于你们，赶紧从这个宝座上滚下来！小王八蛋，你颠三倒四的胡说些什么？这8张座椅相当于江陵的8座高山，身份不到500亿的人都没有资格坐在这里，你居然让狗来坐！这个废物已经疯了！小保安，你把他拖出去，然后大选结束以后再把他拖回来，千刀万剐！都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还将我等比作猪狗，真是不可饶恕！依我看，直接叫人宰了他，后果我来负责。我终于知道江陵为何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了，全都是因为你们在这里助纣为虐，结党营私。这个世界本就是有钱人的事情，你非要与一个废物？怎么，从枝头凤凰变为落汤鸡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现在你明白你与我的身份到底差距有多大了吧？谢大小姐，原本你我都是同一阵营的人，可是你偏偏执迷不悟，竟听信这个骗子的谎言，让自己陷入泥潭，无法自拔。不过好在你还有一丝希望，那就是放开苏云，然后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这里。你在威胁我？这是给你的忠告。苏云是我认定的人，10年前是，现在也是。叶小姐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狗？当然是听话的狗。好，那听话温顺的就坐这，这看起来长得凶的就跟那儿，剩下的就随便坐吧。奉天谕，陈王到。苏先生，您要的狗到了。苏先生，您要的狗到了。叶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又来晚了。陈王客气了，如今我已经辞去了奉天玉职务，
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叶小姐总算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我还想着你忘了。今日问鼎大选，连陈王都亲自降临，看来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啊！这 CEO 宝座相当于江陵第一把手，控制外人经济内外，这奉天玉上下可不得敬畏3分呐！叶小姐因为0号大案被贬为庶人，那陈王就是奔着唐朝来的。唐总，以后你当上了 CEO， 一定要和陈王好好协作，毕竟陈王已高升嘛。那是自然。听说陈王已经正式替代叶子怡掌管了奉天玉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明日我便派人送上贺礼。唐总，还不请陈王落座？陈王，您随便坐。哼，坐什么坐？我们的座位都已经被人抢了。陈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听懂。这明明有4个座位，您可以大胆放心坐的。哼，我要的不是那4个座位，我要的是他们的。陈王，您指的是？韩家、许家、申家，还有黄家。陈王，您别开玩笑了。4大叔伯是泰山公亲自选定的大选评审，况且您还是一个人，哪能用得了4个座位呀？虚扯！陈王的意思是让他们死，给他的狗让座。你，陈王，他说的不是真的，对吗？非得让我说的那么直白？你们4个不配坐在这里，我要让他们坐。苏先生，我这样安排没问题吧？既然没问题，那就换座吧。我们都是这都。陈王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跟这个废物联合起来来羞辱我们的吗？啊！尽管上人3把火，是你这把火烧错人了。陈王，都是自己人，您这么玩就怕引火烧身吗？把我们当成狗！陈王，你这玩笑开的可有点太大了吧？俗话说得好，这养狗是用来看家的，要是这个狗连自己的主人他都不认识，就得换掉了。陈王，不要欺人太甚。众所周知，大家背后站着的大主子是苏家，而苏家的上面是傲视九州的镇国殿。如果非要比个尊卑，那除非是举世无双的镇国殿殿主才配我主人，而你却认一个倒了台的叶子怡当主人，真是当真的糊涂啊！所以你们仗着苏家用800亿断了苏先生的生路，一个杂碎而已，没了就没了。谁会在一个蝼蚁的死活？他与天斗，自取灭亡。若苏先生是蝼蚁，那在座的各位连尘土也算不上。2天前4大家族准备除籍清算，论实力，你们不配坐在这里；论财力，这800亿是怎么来的？你要是说不清楚，那都得给我走一趟。陈王，息怒了，你我之间肯定存在有误会啊！韩老，还是您说吧。慢着，陈王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说了慢着，我的狗饿了，让他们先吃点东西。2天前，叶子怡为了维护一个废物，故意制造假新闻，让4大家族和唐家一同蒙羞。但这都是过去式，泰山公已经出面解决。至于那800亿，泰山公承诺，只要扶持唐总成功入选，他就向苏家邀功，不仅能解封我们的账户，还能奉上800亿的奖金。如此说来，刚才各位大张旗鼓，扬言每家要为唐总投资200亿，都是假大空喽。
四大家族只是遇到了一小点困难，不像叶家早已山穷水尽，只剩下100亿徒增效，100亿都拿不出来，谁是小？最近江陵出现严重亏空，作为两省中流砥柱的四大家族自然受到影响。不过那都是暂时的，而你身后土崩瓦解的叶家，最多也就只能再撑几日。没错，等叶家灰飞烟灭了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得瑟。陈王只是卖秦军的面子，我不相信他会为了一个废物向我们发难。臭小子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陈王为你站台，但告诉你和叶子怡始终只是唐总的陪跑和陪衬。今日唐总是要登顶的人，你们两个现在可以滚了。苏先生可以走，只是他要是走了，那这个大选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既然你们不肯走，那我就让我的人过来帮忙了。来人呐，把这4个人给我扔出去！陈王，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，我们可都是江陵的名人啊！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啊！你不想想你以后吗？哎呀，你敢威胁我？你配吗？陈王，难道这里要为一个倒台的叶家和一个狂妄的废物，要把我们4大家族颜面踩在脚下？陈王，未免也太狂妄了吧！啊！喂，就是这么称呼台上的这位大人物的？适可而止啊！今日的闹剧要是传扬出去，你陈家如何在这江陵立足？老的不成，小的不就，其父必有其子，你儿子有眼无珠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看你跟他也差不了多少。今天你要是跪下来给苏先生和叶小姐道歉，这件事儿一起好说。臣，我弟弟和你是同僚，咱们共同为江陵做事，你不给他们面子，得给我面子。这个苏什么就是个祸害，今日若不把他除了，我申家以后在江陵还怎么混？面子，面子！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怕告诉各位，上面有命，让我无论如何今天都要力保苏先生。苏先生的身份，你苏家少主。我劝各位不要不识抬举，否则的话，4位犬子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。陈王，真要氪金做绝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你们跪下来向苏先生道歉，这件事情得过且过，不然的话，陈王，去不下来，你被他给骗了。唐总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哼，这个苏雨，我和林总太了解不过了。他原本是林家的上门女婿，后来不甘被林总抛弃后，就把江湖骗术、雕虫小技搬到这里。什么狐假虎威、攀龙附凤，他演绎一绝。2天前，他假冒苏家少主，用叶小姐之手传递假消息、假新闻，把4大族长骗得团团转，闹出笑话。现在他又故技重施，将陈王拉入泥潭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都是他和叶家的手段？没错，这个废物在我们林家吃了5年的软饭，他什么德行、什么底细，我们都很清楚。陈王啊，你是被骗了。林家待他恩同再造，他却反咬一口，让林家蒙羞。看来陈王这是不信呀。婉宁，你来说说。苏云他的确是我前夫，这件事情我一直不愿承认。至于原因嘛，想必只有作为女人才能理解。当你的丈夫是一个软弱无能、唯唯诺诺、毫无主见的废物时，除了死刑，别无他法。陈王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与这个败类人渣同盟，下场和叶家一样。不错，就是因为攀上了这个扫把星，叶家才倒了这么快。上面的消息不会错，不管怎么样，这4位都跟我走一趟吧。奉天玉新任首座，
果然威风凛凛，连我的人都不放过。太上皇，你终于来了！我只是晚来几分钟，这问鼎大权就被几个小人物搞得一团乱。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问鼎国际的 CEO 就要被陈王抓走了。陈王是非不分，非要与我们作对呀，还要把我们的座位让给狗坐，竟有此事！是啊，说的没错。他们这些人明知道我们都是太上宫您的人，还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，这明明就是在打您的脸呐！哼，陈王，给我一个交代。其实晚辈认为这从中是有一些误会，但这误会的根源就是这个废物。他就是2日前大闹唐宅，把江陵4大家族搞得一团乱的祸首。不错，这别的本事，狐假虎威、装腔作势那是一绝。不仅骗了林总，成为林总的上门女婿后混吃混喝，现在又巴结上叶家，叶家因为他又骄兵瓦解，现在又找陈王做事，企图把陈王拉入泥潭呐。这么说，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废物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既然如此，问鼎大权不用再继续，我以苏家代理人的身份宣布，唐良生正式登顶。至于这个废物，直接流放怒江。哦，你还在装？如今站在你面前的可是江陵第一人，连苏家少主都要抬手拱让的人，能让他老人家对你动手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太上宫，万万不可！陈王，我已经替你求情了，如果你还要维护这个废物，那以后就跟叶家的下场一样。看在同僚一场的份上，老夫劝你不要一意孤行，看待泰山公能够让你坐上首座的位置，他也能让你关下来。苏先生的身份，我们真的惹不起。陈王，你是在搞笑吗？这个狗杂碎，除了吃软饭，还能有什么狗屁身份？话说回来，这个废物的骗术的确高明，不然老夫也不会闹出与孙子断绝关系的笑话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这张老脸都不要了。王某又何尝不是如此啊？就这个废物，趁着叶家大树未倒，将我儿罢为废人，如此血海深仇，老夫恨不得将他扒皮抽筋。2天前的事我也在场，仗势欺人、蛮横无理的是各位公子，和苏先生没有关系。叶小姐说的对，看来该道歉的是我们。我现在就安排人把他给埋了，然后跟他说声对不起，你该满意了吧？动手！住手！太上宫，再说一遍，苏先生，你真的得罪不起。陈王，你竟拿这个废物跟太上宫比？太上宫打个喷嚏，这小子他就是有100条命都得玩完。我说，你们是真蠢呢，还是在装蠢？2日前，在唐宅内，因为一场冲突，4大家族顷刻覆灭，唐家数百亿的资产全部被冻结，这只是巧合吗？陈王，你是吃错药了。抢2天的事儿，太上宫已经解决了。至于后来苏家的惩戒和警告，只是乌龙。看来陈王还是深信不疑，正是因为这小子一个电话，让4大家族陷入金融危机。如此来说，难道他就是那位正襟危坐于镐京苏家的苏家大少？啊，就是苏家少主，无稽之谈，荒唐，荒唐至极！陈王，高升以后，你的脑子不好使了吧？竟然相信一个无名鼠辈！苏先生，这个位置你坐过来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后的这个位置，除了我，谁都做不了。我的确不配坐在这里，而你当然更不配。现在我终于确定，你就是他了。这青龙之位，应当只属于我心目中的绝顶。
绝世无双的苏家少主苏先生。叶大小姐，你认为的绝顶就只会站在背后畏畏缩缩、扭捏作态吗？如果这样的人也算是大人物，那么唐少爷岂不就是举世无双、天下第一、无可取代？林总，你果真是眼界狭隘，不识真君，而你们林家更是有眼无珠，坐井观天。5年前，苏家过着负债累累的生活，从苏先生成为你丈夫开始，林家大变，不到半年，你就成为了职场炙手可热的高管，接二连三得到了贵人的相助，然后走到今日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和唐家联姻抛弃了苏先生，这问鼎大选的 CEO 其实应该是你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很早之前我就认识了苏先生，而我确定他就是苏家少主。一个林家赘婿，怎么突然就成了苏家少主？哼，这世上只有2个人，谁也得罪不起。第一位就是位于苏家的苏家少主苏凛。诸位，常言道，士族之下称作豪门，豪门之下呼作富户。而我4大家族也好，还是唐家也罢，也就勉强称为豪门。苏家作为我大楚的第一氏族，其少主虽不怎露面，但是其身份地位居于万人之上。而眼前这个废物，他怎么可能是苏家少主？叶小姐，听到了没有？冒充苏家少主，可是株连9族的大罪。他要是苏家少主，那我就是镇魔殿殿主。苏家一门6将，绝世无双，但镇魔殿才是国之脊梁。唐总，那你苏先生真的是苏家少主呢？他倘若要是苏家少主，那这4个位置我便让给他的狗做。另外，我还跪下来给他舔鞋。够了，陈王，你和叶小姐的双簧可以结束。我作为苏家的代理人和苏家少主是陈年老友，你们这种驴蒙虎皮的雕虫小技，就不要在我面前摆弄了。听到了吗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苏家少主。泰山宫已经拆穿，同样是苏家大少高高在上，而他只配给人擦鞋。我的确不是苏家少主。叶小姐，陈王听到了吧？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但苏家少主在我面前得很受疏忽。小兔崽子，你敢对少主不敬？对不起，让你失望。但是这个位置看来你来错。等等，你是说你不是那个苏家少主？是我认错了人，我以为你是他，5年前的你。叶小姐，回头吧。曾经的我也像你一样，被他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欺骗，以为他卓而不凡，与众不同，到最后除了绝望，一无所获。苏先生很好，只是我误会了。既然你已经知道，那么现在知难而退是保全叶家最后的机会。苏先生虽然不是我想要找的人，但我说过要护他周全。清军令在此，见此令如见清君，所有人让开。苏先生，我护你离开。叶小姐，你怎么确定我不是那种人？5年前，子怡喜欢上了一个和苏先生长得很像的人，后来他给了我一个信物，那个信物我找人查过，是苏家继承人的宝物。那信物你还留着？5年前，我经历了一场意外，失去了记忆。至于那信物，也没了。叶小姐，你看，是这个。看来今天问鼎大选，不光是比拼财力、实力，还要看是谁的人多，谁的拳头硬。对付你这种不良的瘪三儿，就得用最下流的手段。毕竟给你讲再多的道理也是浪费口舌。泰山公，让你的人动手吧。等一下，陈王，你的面子我也给了了。今日问鼎大选，设计苏家万亿资金入主江陵，你若不识趣，耽误了江陵大事，你的公职就做到头了。我只是想提醒各位，叶大小姐手里边可是有清军令，咱们总不能
连叶老爷子也不放在眼里吗？好一个清军令，只是不知道和我手里的这段视频相比，它的分量价值几何？我是被冤枉的，也希望你们能放我一马吧，求求你们了。现在只要我一句话，清军就会一罪流放。叶子怡，你想好了吗？泰山公果然非同凡响，连清军都能拉下马，连清军都得向泰山公磕头求饶。看来在这大楚，泰山公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叶小姐，清军令不值钱了。往后这江陵、荆州两地为泰山公独尊，而我这问鼎 CEO 也会协助泰山公所向披靡的。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？江陵万亿资产亏空，你叶家责任最大。我只是提供了些确凿的证据，没想到上边就把老爷子抓了。现在清军的去留尽在我的掌握当中。叶子怡，你要么听我的，要么你不要乱来。怎么怕了？刚才不是要说护送这个废物离开吗？还要说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吗？没想到鼎鼎大名的清军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啊！这就是和泰山公斗的下场。只要我们还跟着泰山公，日后这江陵和邢州两省的霸业都是我们的。在下不才，在这两省七地也是数一数二的人。叶子怡带着一个废物来到我的地盘踩我的人，就没想到过后果吗？放过我爷爷，至于其他的，我都听你的。高高在上的叶大小姐，怎么成这副可怜模样？哎呦，真是我见犹怜呀！哈哈哈哈！想不到泰山公的势力已经能和苏家少主并肩了，看来是我看走眼了。人王，现在回头还不晚。至于有些人，他是无路可走了。叶小姐，如果早就如此，我们又何必闹到这种地步？现在清军的去留不仅由我掌握，连叶家所有的资产也就尽归我囊中。这就是和我的人斗，和我斗，和苏家斗的下场。太上公，叶小姐也是鬼迷心窍，不知所以，您就网开一面，放过她吧。林总这是在为她求情。作为女人，我很能体谅叶小姐，毕竟被一个深信不疑的人推入深渊，那种痛苦不堪，我深有体会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个人引起的。苏云，没错。现在给你一个救赎的机会，让他滚过来，跟我的人道歉，把鞋子舔干净。今天叶家的事情就翻过去。叶小姐，这是你唯一的后路。另外，苏云，你就看在叶小姐那么帮助你的份上，你就当做报答她，立刻下跪求饶道歉，当一次狗。一边是你的骨肉至亲，一边是一个陌生江湖骗子废物，怎么选？不用我教你吧？我的答案是不。这本来就是我叶家的事儿，和苏先生无关。除了这个，其他的我一定照做。叶之一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这个废物有什么好的？你连为了他，爷爷都不救了吗？叶小姐，你已经为他付出了全部，就让他替你低头认错，这有何难？苏先生没错，为什么要忍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马上就会后悔了。不愧是将门叶家之女，有情有义，气冲霄汉也好。今日想救你爷爷，我就介绍3位大人物给你认识。如果能答应其中1位的求婚，不仅能救你爷爷，还能让你叶家再创辉煌。陈公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叶大小姐明摆着不和咱们合作，您还要为她介绍良缘？闭嘴！好戏看了。这3位每一位都可以救你爷爷，救叶家。
第一位是位祈愿，衣食无忧；第二位是位算命先生，能说会道；这第三位嘛，以慈悲为怀，嫁给他有理有面。哎呀，这泰山公果然是阅人无数，为叶小姐找的这3个老公简直是人中龙凤啊！叶小姐，你选吧。叶小姐看上哪一位，走过来亲他们一口，这样你爷爷就有救了。苏云，你连你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够了，我嫁。我喜欢的苏慕白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我嫁给谁都不重要了。叶子怡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苏慕白的，你不用骗我了，苏慕白5年前就已经走了，否则他早就来找我了。你只是像他，但不是真的。苏慕白？苏慕白是什么？听都没听说。叶小姐，到现在你还寄希望在这个废物身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泰山公的耐性是有限的，叶子怡，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，赶快选吧。好，我选。3位，叶小姐已经答应你们了，还不赶紧去疼爱疼爱叶小姐？成王，到！闹剧该结束了。是。立刻滚！走，人头落地。苏云，你要干什么？只要有我在，就没人能欺负。莫说江放眼大楚9000万里也没有，这些在场的蝼蚁，不，这条苏家的狗。刚才的事儿你都听到了。既然泰山公这么喜欢强迫别人娶妻，那就赏他3桩天赐良缘。苏家的狗竟然对武术一言不精，我立刻照做，其余的全凭武术胜才。打开大门，泰山公，苏家有份大礼送你。苏云，你笑什么？你敢假传假冒苏家旨意，冒充苏家家主？冒充苏家大家主苏烈也只是我侄子，我是要冒充他。大家听到了吧？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他的意思是他是苏家代家家主的长辈，凌驾于苏家众人之上。如此一来，那泰山公您见了他，都是要跪迎的呀。哗众取宠，苏云，你真是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啊！苏云，我原本以为你和他有点相似，但也只是相似而已。谢谢你对我施以援手，但是苏云，苏家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，你明白吗？差点被你给唬了，冒充苏家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来人，别急，这就到。苏家赏赐泰山公礼到。苏家赏赐到，泰山公将上冤，还不下跪领赏？被我看到了吗？你还号称自己是苏家的长辈，苏家对我们的赏赐已经到，等我领完赏赐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江上渊领苏家赏赐。苏家下人江上渊10年垂尾，得主垂帘，念此问鼎有功，特赐好经绝色3位。苏家公子赐的3位美女果然是绝世啊！泰山公深得苏家信任，今日又当着众多权贵的面给予赏赐，真是让我等羡慕至极呀！说得对，等泰山公领完赏，废物的死期就到了。泰山公果然非同凡响，恭喜泰山公再次赢得苏家主子的认可。如此3位美艳动人的美女，我江某就笑，日后入了我江家好好侍奉，日后不会亏待你这个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。不是说自己是苏家的长辈吗？我当众压你，苏家却给我赏赐3位美女，你还要以苏家的身份帮叶家翻身，你看你这戏怎么演？婚约已达成，去请泰山公的婚期。
猪，这苏家主子赏赐的不是3位美女吗？这怎么是3头猪啊？这不是骂泰山公猪狗不如吗？这什么意思？苏家家主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们3人身上都带有苏家的拳皇令，随时可验证。泰山公，这份婚约你可满意？我终于明白了，他就是苏慕白，他是苏慕白。陈王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苏慕白已经死了。属下陈亮拜见镇魔殿殿主。镇魔殿殿主，陈王，你这又是闹了哪一出啊？苏先生一句话，这苏家少主就直接封杀了4大家族，怪不得上面突然有一股力量驻扎江陵，还特别交代我，让我们封天玉无论如何确保苏先生不能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没有人能像苏家少主一样，就凭一句话就能够强压整个江陵。如果有，那这个人一定是镇魔殿殿主。你他妈放屁！就他这屌样，跑龙套都没人要，还他妈镇魔殿殿主？也就你信？苏家五子慕白领10万镇魔大军，所向披靡，绝世无双，改称大楚帝师，号国之利刃，伫立于万人之上。你们要是不想死的话，他妈的立刻马上跪下！陈王疯了，咱彻底没救了。又一个上当，堂堂奉天玉首座，居然是一个赤裸裸的小丑，这传出去贻笑大方。怪不得陈王要和我们铁了心作对，原来被这个废物传染了精神病。你说他是镇魔殿殿正确，作为一个大楚帝师的殿主，为何故意隐藏身份，又来到这种鸟不拉屎的破地方？你认为是他脑子有问题，还是我们愚不可及，无法理解？我只知道，他一定是那位大人物，不会错的。陈王疯了，来人，带陈王去就医。我看陈王是刚刚的高升啊，就像半斤重举一样，这起疯了。你们要相信我，他真的是那陈王，你动动脑子吧。如果说他是伫立于万人之上的立国之刃，那又为何叶小姐在受人屈辱时，她却无动于衷？那又为何所有人把叶家强压时，叶思一无力反驳，她却能够从容不迫？她是镇魔殿殿主，我看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。你说的对，如果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守不住，这虚名利禄扯来何用？什么凌浩大案、围剿魔主大计，从现在开始都与我有关。叶子怡，5年前给你承诺的人是我，苏慕白，抛下你与林婉莹生活了5年的人也是我。我苏慕白获得了大好河山，却唯独丢了我这个最在乎的人。这镇魔殿殿主以及苏家继承人，和你相比，都只是一个笑话。你他妈还挺上道，老子刚说完，你就顺着杆子往上爬。那老子要是说我把你所有的女人都把玩一遍，你也要加入吗？唐大少，我有一份礼物送你很久。你一个废物，能他妈送老子什么垃圾东西？这可是个宝物。哦，送鬼戏。丞相，天杀的畜生，重伤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废物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反了，彻底反了！大包天竟然敢当着泰山公的面伤人，看，真是不知死活！苏玉，你个黑心的，你给我等到死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把你带回了林家。真正瞎了眼人是我，林婉宁，你让我丢了5年的这笔账该怎么算？你浪费我女儿5年的青春，我还没跟你要钱，你倒好，反打一耙！见过不要脸的，没有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够了，苏玉，
收起那无用的事情。你现在说这些话，不就是为了彻底捆绑住叶小姐，让她给你掏心掏肺，好不在这种时刻抛弃你？你的这些光有伎俩，我早就看透了。苏先生，这枚玉坠不是你女儿的吗？5年前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哪些？我记得她的脸，记得这枚玉佩，还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，但是被人掉了脑。他们是不是告诉你，那个孩子已经死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就是苏木兰。5年前，为了报复，我来到了江陵，通过这个玉坠找到了当时寄养在林家的亲人，我才会把林婉宁误认成爷。为了不让魔种盯上林家，也为了让林婉宁以为他只要靠他自己就可以登上云顶，我一直默默的站在林家背后。如果不是再次遇到你，如果不是因为情重病，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，叶子叶，你才是我要遇到的人。苏先生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演得不错，不过我没有耐心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废物给我拉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再找一良配，让叶小姐晚上就入洞房。一群杂碎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属下参见店主。起来吧。把这些碍眼的东西全都给我拖出去！店主，素云她真的是镇魔殿店主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演的。像这样跑龙套的，街上一抓一大把。素云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好事。上次是在唐家，这次是在万众瞩目的问鼎 CEO 大选。爸，你要帮我报仇，恨不能食其肉骨。大人物，这个废物都骑到我等头上了，你还继续容忍下去吗？混账！我不管你是从哪儿找来，在这儿跑龙套，现在立刻终止这场闹剧，滚！该终止闹剧的人是你。江陵4大家族已被除籍，今日问鼎大选评审团就地解散，你们可以滚了。小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要乱说。让我能滚，这问鼎大选还开不开了？苏家的代理人泰山公还没发话，一个小丫头片子有什么资格？苏家代理人，他不配。我不配？难道花钱雇你来演戏的主子他才配？就你们几个人，还不够我吐口唾沫？3分钟，东方酒店就会被武装部队包围。如果你不想跟这个废物同葬，那就跪下来求我吧。苏云，难道你就只能站在女人背后，像个草包般让他们替你出头？现在又有了新的靠山，是不是打算抛弃叶小姐，转投新欢呀？林小姐，我劝你自重。江陵4大家族和唐家已经伏法，而你确定要做下一个吗？多谢提醒，但恐怕以你们的本事，还动不了我，也万万动不了林家。你就这么自信？苏云，你不是一直问我，为何短短5年时间，林家可以青云直上，成为江陵炙手可热的经营公司？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的了吗？那都是因为泰山宫。5年前你离开，我以为我们都结束了，没想到你一直在暗中帮助了林家。原来5年前跟咱们婉宁有一段感情，竟然是泰山宫。什么？原来你腹中的孩子是他的？能让我林婉宁付出一切的男人，当然是至高无上的。江先生，您这次回来是为了我对你。林总，如果不提起5年前的事情，我早就忘了。你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玩物。哼！你说什么？5年前你在帝豪酒店霸占我的身体，然后一走了之。你现在告诉我，那就是一场游戏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，不惜与那个废物一婚，拼尽全力，也要爬上与你齐齐的高度。 5年前的事情，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话说回来，能让我江上渊看上的女人只有一个。叶小姐，如果你肯回头，我保证叶家一道正果。江上渊，要是不娶我，
我就告诉所有人你的真实身份。贱人，给我闭嘴！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大家听好了，什么泰山公，什么苏家代理人，都只是他的面具，他的真实身份。你说了，闭嘴！江上月，你好狠的心！今天就算我死，我要说出来，他的真实身份就是魔族魔魂陈雄。哈哈哈哈！刚刚大家都看到了，林总精神有些不正常，现在要和这个废物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一个疯女人说的话，你们信吗？不是林婉宁，你是活腻了吗？泰山公可是我们江陵的支柱，你说话怎么颠三倒四？就算泰山公和你有过这段，那也都是过去式了，怎么能够放在这个时候说呀？现在我们大家要同仇敌忾，不能让这个废物得逞。林总，我儿子还没死呢，你就着急着过河拆桥，寻良人改嫁。哎呀，唐老爷子，我女儿本意这个意思。你们林家的不要脸，我真是见识到了。他们林家本来就是不入流的暴发户，要不是有堂主提携，今天他林婉宁一家三口就没资格站在这儿。像林家这种以下犯上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就应当立即逐出江陵。请泰山公发落，收缴林家所有的财产，清除门户。你们，泰山公，你放过我们林家吧，都是我女儿错了，我们林家跟她划清界限。对，就清算林婉莹，千万不要让我们玉嫔点错啊！妈，我没有这样的女儿。我告诉你，你只是我的养女，不是你有能力赚钱，我早就让你爸把你和那个废物赶出去了。我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背叛的人，背叛只有一个下场，还有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你说的那些鬼话谁会信？如果我信，你信，你马上就是一个死人了，你信有个屁用！我很好奇，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，让你敢跟我说话？我承认，你的女人是很多的，就是再能打能得过苏家的3000甲士。苏家少主和他的人马马上就到，你的表演这就结束。林总，你为什么就能确定他就是魔主陈雄？他亲口和我说的，他答应我，只要我帮他逃过镇魔殿的追杀，他就可以给我荣华富贵，一世巅峰。一个疯女人的话，你们信吗？假的，肯定是唬人的。林婉娘，为了攀上泰山公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这和他当初勾引我儿子，抛弃那个废物如出一辙。短短的5年时间，你们林家从一个小小的作坊一跃成为了江陵一流的世家。在这期间，你林婉宁出卖了多少次身体？想想我都觉得脏。够了！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个所谓的泰山公真的是魔主陈雄的话，那么诸位就是串通外敌、勾结魔门的罪名，按法理当9级下狱。叶子怡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别忘了，你叶家老小还在我的手。你要是不乖乖的顺，让苏家的人马到，你们都得入场。苏家少主到。哎呀，老夫有生之年，居然能见到少主死而无憾呐！苏家大圣，那可是大楚的1号人物啊！叶子怡，苏家少主已到，没有机会了。少主，来吧。
少主，有几个不明所以的杂碎在这里闹事，我正要把他们清出去，您就来了。属下办事不力，还请少主责罚。办得不错，5年了，我居然现在才知道你还有第二种身份。少主，您这是几个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晚辈苏里见过你们。你来吧。什么？主公？这苏家少主居然给个废物下跪啊！废物！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你们眼前这位是我们苏家的第一继承人，苏慕白。叔公，如果你是苏家第一继承人，那苏家少主呢？少主，顾名思义，就只是少主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做梦，不可能是真的！请君叶老爷子到。老朽叶无名见过苏家大主子。爷爷，你不是被泰山公要挟了吗？怎么会？那都是假的。为了配合苏家大主子，也故意跟他们唱了一出苦情戏，为的就是揪出他们魔主的身份。陈兄，这5年可真是委屈你了。你作为魔窟魔主，你东躲西藏，不惜做我苏家的一条狗。不过，这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。少主，5年来，我为苏家可是付出了不少的心血，你可不能听这些外人的谗言呐！你还不承认，江陵的1万亿资产就是从你那儿出去的，只不过苦于我没有证据，一直没能对你下手。真当我是傻子吗？我不是这样的。事到如今，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松手就擒。哈哈哈哈哈！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拦得住我？苏里，没想到你为了这个废物，竟然把我都卖了。看来今晚你们都不常活着出去了。你现在跪下求饶，武叔公可能还留你一条活口，否则的话，下场只有一个。既然敢来，就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，门外的3000甲士就埋伏完毕。只要我一个指令，这里就会灰飞烟灭。你真这么认为？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认为我是魔族，该害怕的是你们。只要我想要，你们全都会变成尸体。苏烈，如果你想活命的话，就把5万亿资产乖乖的打到我的账户，否则如何？我真后悔5年前没有一掌打死你。是门外3000甲士早就被镇魔殿的人拿下了。我原本都打算把这里的所有人都带回去，挨个审问。都怪你太心气了。你是镇魔殿的人？天鼎11年，镇魔殿殿主应德定为魔，除火鬼，断风煞，融冰夜叉，引食魔头血，诛800恶鬼，绝世无双，盖封大宠帝师，号国之利刃，诛于万人之上。真的是有怪啊！这人想。苏云，不，苏慕白，你真的是传说中那位镇魔殿殿主，才是真正的苏家大主子。我们眼下，是我眼下，果然是镇魔殿殿主。错了，错了也太离谱了。他真正是龙，是我们呐！大选从始至终，我们都没来。现在，这一切都属于我从来不在乎什么一世荣华，你的身份。5年前，你救了我，从那时起，我就认定你了。慕白哥哥，我有一个心愿。你说，我都答应。
我受够了打打杀杀的生活，子怡只想和你过平淡的日子。叶家也好，苏家也罢，还有万亿资产，都是浮云。我只想要3亩农田，1座平房，共度余生。龙雀，龙剑就留给配他之人吧。